安倍晋三夸耀日本军力，威胁与美军一起干涉台海。日本可能再一次选择赌国运，中国必须做好准备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冯先生。在岸田文雄当选日本首相之后呢，中日关系并没有出现大的波折，反而因为中美元首的对话，两国外长进行了会谈，双方关系正在走向稳定。不过，从首相位置上退下来的安倍晋三可不甘心寂寞。近日呢，他公开与台湾的智库讨论干涉台海的问题。基于安倍晋三是日本政坛右翼势力的代表人物，这也意味着日本在中国完成统一大业的历史进程中，有可能会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抉择。这次他或许要再一次的赌国运，中国必须对此做好准备。日本在历史上曾经发动过多场侵略战争，而且呢，为此他赌过2次国运。第一次是日俄战争，日本赢了，从而他崛起成为了世界列强。第2次是偷袭珍珠港，日本输了，因此而变成了2战的战败国，也成了美国的奴才。甚至呢，到目前为止他都不能拥有一支正常的国防军。不过随着日本右翼的崛起，日本自卫队不断突破和平宪法，已经为日本武力干涉台海创造了一定的基础。安倍在这次演讲中表示说，台湾有事儿即日本有事，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如果台独分子敢于冒险公开宣布台湾独立，那么大陆必然会发起武统行动，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日本就有可能进行武力干涉，而且呢，会拉着美军一起行动。安倍还炫耀，他担任首相时致力扩充日本军备，如今呢，即将拥有147架 F-35隐身战斗机，在他的主导下，还积极在开发新型的巡航导弹，并且向与那国岛和宫古岛派驻了陆上自卫队。20年前，美国和日本每年举行的联合军演大概是20次，去年呢已经增加到了49次。这就从侧面证明，日本为武力干涉台海问题已经搞了一些具体的准备。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，这句话的分量是非常重的。过去呢，正是这种肆意夸大国家安全威胁的思维，将日本拖进了战争的泥潭。其实台湾迟早都会有事儿，问题是日本有没有事儿，那就要看日本如何选择了。如果日本选择武力干涉台海事务，那么他肯定会有事儿，而且是大事儿。这个事儿的后果还是非常严重的。要知道，日本是2战的战败国，干涉台海问题就是在干涉中国的内政，其性质就是再次侵略中国。那么按照联合国宪章，那中国完全可以直接发动对日战争。当然，如果日本能够老老实实的站在一边旁观，那么即使台海有事，也不关日本什么事儿。毕竟中国根本没有理由打击或威胁日本的航运安全。那么只要他站在一边，就不可能威胁到他自身的安全。但是呢，我们必须要注意，日本武力干涉台海，它有着非常强烈的动因。日本曾经殖民台湾地区，到现在依然有这种思维，根本就不愿意看到中国海峡两岸的统一。第二呢，日本认为中国统一之后将会控制日本的贸易通道，危及其国际地位，甚至呢不得不屈从于中国。第三呢，日本的一些政客有一个说不出口的想法，那就是在背后推动美国与中国在海干一仗，自己呢好在背后渔利。只要美国战败，他就可以摆脱和平宪法的束缚，这恐怕是日本一些政客暗中的动因。第四呢，日本的政客有赌国运的传统，
二战的爆发就说明这一点。那么面对中国统一这样的一件大事，日本再赌一把的可能性还是有的。因此我们必须密切关注日本政客的动向，并且预先做好准备。那么这个准备，我想主要是这么2个方面：一是准备好应对日本赌国运的这些政客。日本的某些人，他能听懂的语言就是用拳头说话，没有实力，你对他说什么都没有用。第二就是明明白白地告诉日本的这些右翼政客，武力干涉台海问题的后果。如果日本的这些右翼政客铁了心的要选择冒险行动，那么我们可以成全他，其后果如何，恐怕历史会做出答案。统一台海事务是中华民族的崛起的必然，两岸的统一是中华民族崛起的基本条件。如果日本的右翼政客胆敢在这件事上作死，那么中国完全可以新仇旧恨一起算。在这个问题上，以安倍为代表的日本右翼政客，他的头脑应该清醒一点了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